欢迎王鹤棣做客我们金鸡奖的直播间，先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鹤棣。这一次其实看到你在星辰大海的采风计划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还获得了嘉奖令。作为队长，现在心情如何？是挺开心的，也挺意外的，就是没想到能获得这个嘉奖令啊。他们都说你是一个行走的给大家讲笑话能带来快乐的人，你觉得你从来就是这么乐天派吗？我是一个挺乐观、挺活泼好动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确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那么多搞笑抓马的事情会在我身上发生，就是可能就是缘分吧。我也不是刻意要搞这个笑，就是什么的，但是能给大家带来开心，我觉得还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挺开心的事。所以这几天的热搜你自己有关注吗？有什么被击踹了呀，什么抓走地鸡啊，都看了。对，所以其实我们都说很多的粉丝啊，在你的微博底下留言，我自己也有关注，他们都说你是一个非常能给粉丝正能量、情绪价值的人。所以你觉得这种正能量向阳而生的这种能量是你与生俱来的吗？一直都活得很纯粹、很简单。我觉得应该是吧，不然呢？就一直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对，我觉得就是能给大家快乐这件事情，能给大家传递这种快乐，就是我觉得是一件我挺荣幸的事情。其实我们关注到之前你在一段采访当中有说过，就是《苍兰诀》当时刚开拍的时候，其实还在播上一部剧，就正好在播上一部剧。对，拍摄过程中。对，所以你是一个经常会复盘自己的所有的剧集，因为你当时有说过会熬夜追剧，熬夜也会把自己当天要播出的自己那个片段的戏看完，对，会经常的自省和复盘吗？我觉得是要复盘一下的，我自己是有这个复盘的习惯的，因为就是透过第三视角去看自己演的戏，和当时在现场去演戏的时候是两码事嘛，所以我也想就是透过观众视角去看一下自己演的戏是具体自己是一个什么感官，就是我觉得如果自己都觉得演得不好的话，那就是怎么能让观众们觉得演得好呢，对吧？会跟自己的朋友啊还有兄弟一起去聊自己的戏吗？其实会，我们身边一帮演员朋友的时候，我们经常还是会讨论一些就是创作上啊，就是演戏上的这些交流一下这些事情的啊。其实我觉得比起用一夜成名来形容你，我更喜欢用厚积薄发，因为其实5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了从《流星花园》到如今的《苍兰诀》，再到日后我们可能期待的我们的西南联大，包括现在的浮屠缘，马上也要跟大家见面了。具体的时间有档期吗？也没有，我也不知道。对，我也挺期待的啊。你也挺期待的，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浮屠缘嘛，浮屠缘里面是一个就是表面上人狠话不多，但其实是一个忍辱负重，然后心思细腻，然后背负着一些超负荷的一些压力在身上的一个这样的非常立体丰满的一个这样的角色。所以接下来其实我们看到也有新作品要跟大家见面，那么我们也期待你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是，谢谢。未来的5年如果要有一个规划的话，你有给自己下什么计划呀，或者是一些？我觉得未来5年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承接着自己前这5年这样的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拍好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作品，演好自己的每一个戏。我觉得是这个未来5年也坚持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给你带来幸福感的就是工作。没错，就是去完成自己的角色。其实大家首先对王鹤棣可能第一感官会觉得你是一个偶像，那么如果说到不断的拓宽自己的边界之后，还会想要去尝试什么样的角色？其实很想去尝试一些现实主义题材的角色，或者是一些比较男性荷尔蒙一点的 man 一点的这样的角色，其实自己还挺向往的。对，但是就是老给大家一种我是偶像的错觉，我也是就是咱也没干过什么偶像干的事儿。对。希望你能保持自己的初心，对，然后完成自己最好的梦想。谢谢。好的，谢谢。时间。好的，本身没有那么重，但是感觉在心里面的分量是挺重，沉甸甸的。这些书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中国青年来说都挺重要的，需要用心去研读，然后能够把你引导的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向，能够规范演员的行为。2度参加星辰大海，收获满满。相信任何事情只要做起来，一定会有收获的。从青涩走向成熟，给年少时的自己挑毛病。我19岁更像一个理工男。向前辈看齐，不断挖掘更多可能性，以他们作为一个行业的标杆。今日访谈星辰大海青年演员沈月。大家好，我是
今年星辰大海的学员沈月。这是青年演员沈月第2次参加星辰大海，和去年采风活动的体验相比，她笑称这一次更累，但收获更多。去年我是下雪，今年我是抓鸡，打扫和捉鸡印象都挺深刻的，然后我还挺沉浸的，跟那个姐姐聊天中体会到的，就是辛苦我是一定能够预想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姐姐她身上有一种勇气，然后有一种韧劲，是我们年轻演员很需要的，就是他一直在不断的突破自己，然后一直在创新。让和田鸡带着和田一起飞吧！起飞！今年也是沈月踏入演艺圈的第6年，6年间，她出演了《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七月与安生》《是神令》《一周的朋友》等影视作品，逐渐由青涩慢慢走向成熟。现在好像是积累了一些经验，能够知道哪儿不足了。你知道吗？其实最开始2年表演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哪儿有问题，反倒是越到后来，你就知道自己身上问题越来越多，然后每天都需要不停的学习纠正。说起小美好，我前2天还跟朋友就是聊到这件事情，我发现其实陈小希原来是跟我本人最不像的一个角色，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演的，但是我问了我的朋友，我当时19岁的时候，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是陈小希这样的性格吗？他说都不是。我19岁的时候就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姑娘，就是每天扛着摄像机，然后到处拍东西，在班上有特别的小透明，就完全不是陈小希那种笑起来很明媚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19岁的时候好像真的不是那样的，我19岁更像一个理工男，就每天就是剪视频啊，然后拍东西啊，就是一个在幕后的人。然后我也特别的没有少女心，那个时候，对，我觉得自己这几年成长起来也变得越来越多面了。如果我能抓到这个角色跟自己身上有哪一点比较贴的话，我就会放大自己那个点。深谙经验重要性的沈月，每次进组拍摄都会抓住机会向前辈学习请教。我和董勇老师搭档嘛，他是一进组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要跟你说话，因为我们那2个角色之间是特别有疏离感的一对父女关系，我们2个就是尽量避免打招呼，这样的话更容易带入角色。我就想，连他这样经验丰富的演员都需要从生活中来提取这些感受，那我也要跟他学习。我那个角色是一开头妈妈就去世了，所以我就一开机我就跟我妈说，妈，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跟你联系了，我不会跟你打电话，因为我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戏，一直到快要杀青了都没有跟我妈联系，然后那场戏就非常顺其自然的演出来了，我妈都很无语。我就很想试一下这种方法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出戏一些。展望未来，沈月坦言会继续努力学习，用演技赢得业内专家和广大观众的肯定。我特别愿意就是跟老一辈学习，以他们作为一个行业的标杆来要求自己。我也是希望能够下次带着作品来金鸡奖，然后我对自己的规划和目标就是先演好自己比较擅长的，然后慢慢的从一些小角色开始挑战自己以前没有演绎过的，让自己的可能性更大一些。